哈哈哈哈哈！终于轮到我掏别人老窝。咱说夏天你要不来场烧烤，那你这东北人可太不正经。大虾、蚕蛹、羊肉串、腰子、羊腿、干豆卷。那什么，我画个重点啊，腰子猛续。我看这几条小鱼儿想起来，今天本来还应该有点什么生蚝、扇贝、蚬子啥的，但是负责买这几样的爹起来晚了，我们一致决定今天就不说他了，因为那个爹这是我。简单整个蘸酱菜就得了，原来好整点卤味啥的，完到最后肉都剩下了，你说他妈那是吃啥去了？那是哎呀，我的妈呀！我怎么他妈站这儿了？你的炭要是着了，别拿水呲，那串就变成焖熟的了，不好吃。烧烤我有2个神仙吃法，第一是烧饼不刷辣酱，就放油糖孜然，烤出来跟苏格丽似的。第二是羊肉串少放辣椒，多加糖，你感受一下那个甜咸在口腔里的碰撞。但是好像只有黑龙江人吃串愿意加糖。我有一次去内蒙，那个厨子瞪个滴溜圆的大眼睛出来问我来了，说爷们你是不是分不清盐和糖？这嗑让他唠的，我怎么说呢？我去你！挺多朋友都关心我这顿忙活是不是没咋吃上饭。等你深入这个行业，你就了解了，有一个词儿叫厨师自留菜。今天这菜有点留多了，等我把羊肉顺回家就炒死含羊肉粒吧。散会。我们同学今天晚上有约会，完了跟人小姑娘吹牛啊，说要给她带我们家的走一下大包子。我今天正好给我奶送饭，我给带几个倒没啥。完她可能看我这个身体状况不太好意思空手来，她把她姥的轮椅给我拿来了，我真服了。你说20来岁大小伙，限量版球鞋没几双，大小轮椅攒齐了，这一下子这叫什么事儿？这是。我这一边捂着腰间盘，一边给我奶做了一份茄汁小酥肉，还做了一份腐乳炖排骨。完我奶听说别人家老太太她偷摸在家补钙呢，她也想搏一搏，我给她做份烤牛奶。完我有个女同学给我打电话说，你要腰酸背疼一定要喝猪尾巴汤。我问她为啥，她说别问了，问就是这一块太有经验了。还给我奶做了个刀鱼扒白菜，还有一锅顺德的火焰醉鹅，这个酱料一定记一下子啊！我当时跟我前老丈人拜把子，问他5个真心话，才把这方子套出来。完做了一锅豆腐煲烩饭，我爷吃都说香，我爸咣啷来一句说你这不就豆腐脑盖饭吗？我当时要不是坐轮椅上，我可能一下就气背过气去了。完在网上学了一个梅子酿和辣酱炖的鸡翅，辣酱有点放多了，我就倒了点雪碧，这一下全完了，他从没翅变成必翅了。见我们哥俩伙食饭是尖椒肉丝打卤面和轩妈蛋黄酥，这轩妈蛋黄酥绝对是 YYDS， 它这每个咸蛋黄都是人工筛选的，完了给它打散到进口的动物黄油里，而且这个蛋黄酥吃着不干还不噎挺，没有生蛋黄的腥味。就这么说吧，我给我奶拿了一盒，我奶寻寻摸摸的一会儿来一块，我爷到最后这一盒就捞了点酥皮儿。来吧，吃香了，烤奶、刀菜、必翅、豆饭、茄酥、腐排、粥包、火鹅、煨汤。我今天把饭送去，我爸说菜怎么有点凉，说给差评。我心说你但凡早点来看着我们送餐过程，谁能有心给差评啊？我这一道大胯都要磨掉了，那菜凉一点吃怎么了？我最近有点手痒痒了，正好这2天狗三二在家收拾冰箱的时候翻出来100斤牛肉，完有哥们给拿点榛蘑，我打算做点牛肉榛蘑辣酱来把这些东西都消耗了。但是这么长时间没干，对行情确实不了解了。这今年辣椒也不知道怎么的了，又贵又买不着。正常来说辣椒最少也得是1比1，但我们买了2个市场，一共才买了60斤。后来就为了凑这100来斤辣椒，我们都开始上附近的饭店去赊去了。我真是我天，我心说我什么时候打过这么不富裕的仗啊？做这酱切肉捅辣椒倒是不累，不过处理这榛蘑倒是上了点强度。这20斤干榛蘑泡完了整整放满了1浴缸啊！这些玩意儿我们得挨个剪根儿，然后再反复的洗，最后都得剁碎了。干完之后我都觉得收拾蘑菇可能会比吃蘑菇更早见太奶。这3大件处理好了之后，我们就开始备辅料了，但是这些东西比我预想的多太多了。迫于无奈，我们只能去找当年那口1.4米的大铁锅了。但是这锅拿出来那一刻，我感觉天塌了。这锅自从我们去年炒完火饮料到现在就再也没用过，那上面生的锈比砖都厚，刷它都快赶上考古了，那后来都用上角磨机了。就这场面我当时都想发条视频了，正好快冬天了，文案我都想好了，我就写你快看呢张万森，妈下帖了。用这大锅炒酱可实在有点费力呀，因为炒酱的逻辑是沾一点糊一片毁一锅，然后这里的固形物又特别多。后来我们几个轮番在那炒了4个小时，到后期快出的时候，我跟潘子一人一把铁锹都在锅里画上太极了。不过这酱炒完了还是挺欣慰的，它是肉多油少，吃起来刚刚香。
而且加的那些榛蘑到最后也特别提鲜味儿。就这个酱啊，要是平常在家拌个面条或者夹个热馒头，你就来吧，都容易给那后脑勺香翻翻了。这个香菜啊，它是有点味儿。我今天想试试它到底能有多难吃。抹茶冰淇淋，好浓的香菜味儿，能不能咽下去了？我还行啊，我老公一口不吃。你手里那个是啥呀？也是香菜的。你拿来，我给我老公带过去。他不吃香菜的吗？那得让他知道人生的五味啊！等你结婚你就懂了。这还接鸡毛啊！操！精油 SPA。妈，这儿你看你在，我回屋躺会儿啊。咱俩谁同事？挺好吃，但馅儿有点小。我包的时候破了。榴莲子好吃，下回整点榴莲的。妈，榴莲40多块钱一斤，我给你做榴莲的。真拿同事当两口子用啊？有日子没回老东家了，主要最近过得比较宽敞。今天为啥回来了呢？因为之前过得比较宽敞。今天真下血本了，这龙虾3斤多呀，小龙虾都是1两以上的。我爸其实贼不愿意扒小龙虾，但我特意买了2斤回来。等会儿吃饭时候啊，我一只给他扒好，喂到他的嘴里，我让他看看这个孩子现在是多么的孝顺。我弟干活啊，照我妈真差点意思，这钳子砸半天没砸开，领我出去砸去了，说厨房举架太矮了，影响他发挥了。我说大哥，你回去好好看看视频吧，你在屋里他妈锤子拿反了。今天这龙虾是葱姜炒的，我说过宁可不吃也不能做蒜蓉的，让我爸埋汰我。但我爸这岁数大人不让开空调，没给我弟热脱水了，在厨房。我说你赶紧喝点这个外星人电解质水吧，我刚从冰箱拿出来的，零糖零卡，还能快速补水。我寻大哥，我别化原喂水你再牺牲了呀。还做了几个像锅包肉这样不值一提的家常菜。我说咱就赶紧吃饭吧，我这摩拳擦掌半个多月了，就等着今天回来宰我爸，我就伺候我爸呢。来吧，吃香香了，蒜排、锅肉、干肥、嘎虾、红豆、川白、子弹、13小、大龙。我看吃的挺热烈，我就开始了我的计划。我说爸，你先吃块这个，完我说你再来一块这个。你看这个钳子呀，它好不好看呢？我爸表示无能为力，因为游戏币让我妈清零了。我说那你快往后稍一稍吧，你给好人腾地方吧，行不行？你这个你也别吃了，你这是愿意吃你自己扒吧，你那手老不用该裂了你。我前2天想不开呀，在家尝试了一下醒狮酥，好家伙，差点没给命搭了。这玩意儿全网也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教学视频，于是我在做之前研究了无数个视频，然后自己拼了个制作流程。问题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我当时就觉得只要一步一步按照这个做，肯定能做成。也正是靠着这种无知的力量，我开启了长达1周的翻车之旅。从开酥到组装，我就没有一步是不翻车的。这一块是我开出来的最好的酥，这一块是我捏出来的最好的诗。就如果这个行业需要一本避雷大全的话，那我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提供所有的反面素材。真的，我这车都翻出花来了。我中间看人说温度太高也容易失败，于是在10几度的气温下，我把家里所有的窗户都开开了，给我冻直拉了尿啊！我这脸都冻得没血色了，但依然没耽误我继续翻车。这几个是我这几天炸完之后唯5还能成坨的东西，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还有一个戴墨镜的，你说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后来我服了，我发现我肯定不能独立完成这个事儿了。于是我们背起行囊南下沈阳，找到了醒狮酥的创始人武阳。然后既然是拜师，也没空手去，正好快到国庆节了，给老师带了2箱经典娟山有机奶，这都是珍稀的娟山牛产的奶，每100毫升里就含有4克的原生乳蛋白，新一代有机，而且还是披荆斩棘2的哥哥同款，好喝还有营养。然后我们到了之后，就先把在家折腾那些过程给老师看了一眼。老师看完之后说了一句话，我差点没崩溃了。他说：“你们之前在家的所有尝试啊，除了活着全是错的。”
完，我寻思既然都这样了，那就从头开始学吧。然后在这过程中，我发现这个酥皮点心是个非常严谨的事儿，就它不是哪一步重要，它是每一步都重要，就连最基础的和面都有很深的讲究，就更不用说开酥了。我擀了14个小时的皮儿，才学会了怎么开这次用的直酥和圆酥。然后当我能持续开出这样水平的酥皮之后，我以为我离成功已经很近了，直到老师告诉我，如果想要炸出来的酥非常蓬松，那需要在这个1×1的半圆柱体上切下起码42到50刀。我当时看完他演示之后，我直接人麻了。我寻思我要能练成这个刀法，我不得在他案板上留下2两肉啊。但这事儿也没有捷径，就只能一点点练。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白天我就拼命切、拼命练，晚上再梳理一下需要调整的地方。在经过了几天备战高考的日子之后，我终于捏出了一个正常模样的醒狮酥。然后这个炸的时候也一点没翻车，炸完为了让它更有神，我们还给它画了个眼睛。当我看到这个成品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几天过得跟做梦似的。我看了那么多教学视频，也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这玩意儿需要舍命干呢。后来我飘了，趁热又做了个醒狮酥 Plus， 配色也重新调整了一下。而且这只醒狮酥上，吴老用酥皮在后脑勺还给我提了个名字，顺便还教了我怎么让这个颜色能更有层次感。这现在是一只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狗送醒狮酥。后来我还偷着学了一下天鹅酥和鲍鱼酥，但时间有限，就只能回家再勤练了。后来毕业打包的时候，我看这些东西特别感慨。我倒不是想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有多累，而是我发现当这个东西被拆解了之后，我们好像就剩下了复制上的操作难度，但是却忽略了一个这么复杂的东西从无到有的设计会是一个多么变态的过程。所以真的很佩服这些手艺。然后在回去的路上，我做了个决定，我把最大那个醒狮酥给他俩吃了。我其实睡醒之后也挺后悔，但我想开了，酒只有开封了它才是一瓶酒。对于美食博主来说，它最好的归宿也许是报班，但对于美食艺术品来说，它最好的归宿啊一定是进度。我们出来泡温泉来了，现在都零上了，最适合泡雪地温泉了。一共3天2宿11顿饭，反正吃喝拉撒都在这院里解决了。吃的准备的非常充分，家里厨房就剩点墙皮没打包了。反正我出来玩要吃的不可口，晚上睡觉之前我都得给自己磕仨。我感觉身上的每个器官都会谴责我，就是你他妈吃这破玩意儿，你带我出来干哈？第一顿吃的部队火锅和红烧牛肉面，这一顿我在家已经期待很长时间了，因为我总能刷着在雪地里扎帐篷吃部队火锅的视频，就他们喝完汤哈着那口气儿啊，不知道在多少个夜里差点要了我的老命啊！那垫一口就准备下海了，把吃的也都搬进来了，仿造无边泳池，整个漂流桌。然后我们按照网上的办法焖了几个温泉蛋，48度的水焖了3个小时，一点变化没有啊，都他妈不敢和好被窝收得快。然后中午本来还准备了烤肉，但是泡上了都不愿意动弹了，就把本来是宵夜的海底捞自助火锅吃了。这一箱是趁拼多多零食季1块钱抢的，4盒麻辣口，4盒番茄口，味儿都贼正，肉还都是大块的呢。这整块吃都他妈没给我噎过去，平时一盒就30多，现在1块钱整一箱。链接放评论区了，趁着缺赶紧掏它。完吃完火锅，舒舒服服的泡点茶，这壶茶水绝对是东北洗浴里的灵魂。反正不信你就看吧，在东北卖的这些茶叶里，得有一大半最终是在澡堂里没的。晚上我睡觉，我就听外面嘎吱嘎吱的，我以为闹耗子了，结果是这几个爹开小灶呢。干肠炒饭和可乐姜汤。人生建议啊，要还想说话就别放这么些姜。完吃开胃了，我们就把烤肉支上了，一边泡澡一边吃肉，还有一锅咸汤。这要有个搓澡的，那绝对洗浴天花板了。完吃饱了，我说赶紧干正事儿吧，没有麻将的旅行那就是不完整的。但我这一宿我都服了，有人梦里相爱，有人夜里看海，还有20来岁小伙熬夜在那抓对。我这一晚上就上听了一把，完对面的活爹把暗杠周开了。我看这仨人呢，明天不是想吃饭呢，是想吃我的席呀。